云贵高原的交界处藏着一本立体的喀斯特教科书，峡谷地缝暗流奔涌，扬起万马奔腾的水汽，坡里谷间村寨错落，夏末时节化作黄金田园。群山环抱的岩溶大湖勾勒出万亩水上迷宫，地层深处的完整堆积记录着生命演化的时空，有凝固的风景，更有流动的生命力，它就是新义。嗨，这里是叶子，这期视频将带你走进黔西南腹地，从田间到山巅，以不同角度解锁新义喀斯特的自然风光与深度玩法。视频有点长，先收藏起来哦。新义位于贵州省西南角，三省相交之地，自古便热闹而富饶。受充沛降水与地质运动的共同塑造，云贵高原上喀斯特地貌广泛分布。若对此感兴趣，可沿上昆高速一路边玩边看。在这之中，形态最丰富、可玩性最强的就是新义。景点离市区都不远，机场和高铁站也很方便。新义南站去年底才开通，不过位于线网末端，要在盘州或贵阳换乘。下面说说具体怎么玩。了解一个城市，先从博物馆开始。在新义，可观可感的历史得追溯到 2.4 亿年前。三叠纪时期，曾经上岸的爬行动物，又因环境巨变重返海洋，演化成了海怪、鱼龙。这块长达 5.2 米的化石便是镇馆之宝。除此之外，比手还小的贵州龙、奇形怪状的幻龙、龙龟等化石，馆内有不少，保存相当完整，既魔幻又精彩。整一幅海百合墙，这页岩上就像艺术品一样。博物馆人不多，我们请了讲解员，边听边看，收获颇丰，推荐。如果不过瘾，距主馆4公里还有人类保护馆，可以亲手挖化石。公众号上预约，建议选最早的场次，注意防晒。要是还没看够，市区的三叠纪博物馆同样可免费参观。市区还有一处小景点刘氏庄园，曾是民国贵州军政要员刘显世、刘显潜兄弟的故居，原有13座四合院，现存部分不大，但仍留有中西合璧的风貌。每一个柱子上都是雕花的，它靠近院子的这个台阶上面柱础都做得这么高，然后再一看这个主厅旁边直接用石头做的柱子，上面还雕了对联的。建筑细节颇具特色，即使对民国历史不熟悉，主展区也值得一看。接着拿上雨衣，准备深入地球最美丽的伤疤马岭河峡谷。看到那边的水雾了吗？还没进景区就烟雾蒸腾了。看看今天这个水有多大，从刚进门开始，我们就是沿着瀑布走的。昨天才下过雨，今天的峡谷以磅礴的气势迎接了我们。这条标准的喀斯特地缝由河流蚀刻而成，被不透水的地层阻挡，溪流与暗河纷纷化作瀑布，不约而同地坠入深谷。像这样大大小小的瀑布，我们一路走来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条了，因为整个峡谷里有70多条瀑布，到丰水期的时候更是能多达100多条呢。栈道开凿在岩壁之上，游览过程就像穿梭在一个又一个的水帘洞间，有的瀑布细如珠帘，有的宽若水幕，有的岩壁连成天然走廊，有的洞厅里还长了海狮。这个大瀑布叫做黄龙瀑布，这里水汽特别大，你看这里的摄像师都拿一个伞盖着。总之不湿身是不可能的。除了中国最密集的峡谷瀑布群，这里还有一大看点，面积最大的生物钙华景观。钙华沉积加厚的崖壁，植物附着其上，死后不倒，又叠上新的钙华、新的植物，经年累月就长成了外挑的钙华废叶，最后处能有3到4米，亲眼所见非常震撼。鉴于峡谷中景色多样，很推荐沿环线栈道走完一圈，顺利时针皆可。如果体力有限，可从2号门进，沿西侧走完半程，最后乘电梯从1号门出。不过无论按哪种，爬上爬下都省不了。这里旅游团必去，暑假过了人依然不少，建议赶早。玩到中午，水雾渐渐散去，河流也清了些，又是另一番通透的风景。景区不能飞无人机，但有个机位可以弥补遗憾。出景区后，沿2号门往前走上峡谷大桥，看身后就是万马奔腾瀑布和整个马岭河大峡谷。从桥上往下看，这边就是最佳的俯瞰视角啦。直面近200米的落差，实在有点脚软，恐高的朋友要小心。
穿过市区往南，远远就能望见新义的名片万峰林。天下山峰何其多，唯有此处峰成林呐。数亿年前，贵州曾处于浅海环境，堆积了厚厚的碳酸盐岩层，经地表水切割后，形成了连片的锥状喀斯特峰林。这种又有山峰又有平原，里面又有河流的地貌，其实有一个独特的名称，叫做坡砾谷。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平原地形，布依族的同胞们在下面开垦良田、种植水稻，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这样金黄色特殊的峰林景观。万峰林景区可看作半山观景道与山下田园两部分，前者坐观光车沿山腰而行，横扫峰林与田园，后者可自驾或骑行走进田间，以不同的视角感受同一片风景。先到游客中心买票，坐车上山，观光车车次很密，沿途设有若干观景台，随上随下，不走回头路。有的站点间距离较近，视野相似，懒得下也可以跳过。说几个比较特别的站点，一是众星捧月，经典打卡机位，这群小山峰围着中间那一个；二是日月田与八卦田，月已经收了，日还在。哪个是啊？是啊。仔细看，八卦田中央有一个小天坑，而天坑的底下是地下河。据说水高的时候，坑里会往外涌水；水位低的时候，雨水就落下去，进了天坑里面，成为地下河。地上地下共同发育，正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特征。可惜9月初稻田收了一半，图案不完整了。三是福字田，一直以为是摆了什么东西放在田中间了，刚才听讲解才知道，中间种的是紫水稻。田间拉好了分割线，每年都能长出完整的福字来。后来我们走进去才发现，福字远比我想的大，在山下很难拍全，想看完整还是上观景台吧。过了福字田，观光车下坡，沿山脚折返游客中心，后半程站点意义不大，精华全在山腰上。除了全程坐车，体力好的朋友可以挑战山顶步道，从更高处俯瞰万峰成林。具体走法有这3种。要提醒的是，步道在景区内，走路也得买门票，只要坐车就要提前买好车票。再看山下的免费部分，狭长的山谷间分布着上中下纳会3个布依族村寨。随着游客增多，吃饭、租车、抓鱼、旅拍等配套活动也很齐全，无论在哪个片区都能方便直达田园风光。为了体验乡村生活，我们在下纳会的民宿住了2晚。这边有个小阳台，出去就可以看到稻田和枫林了。Hello， 我这个95后还是第一次直击收稻子、打谷子的现场，挺新鲜的，长知识了。我们家的话，自己的田这些也在种，地也在种，因为我们就是本地人嘛。您就是这里人？对，我就是本地的。趁没有过度商业化，来村中小住几天还是很不错的。纳会河边有4棵千年大榕树，五桥旁便是村子最热闹的中心地带。逢周一有集市，平日里也有小摊，不骑车，散着步慢慢逛也很好。万峰林以南更是地无30平了，离景区半小时车程，我们来到万峰湖。南盘江流入贵州后，被天生桥大坝截住，没了脾气，化作一潭深邃的碧水。有码头可乘船游湖，也有半山咖啡可闲坐。找了一个又能俯瞰湖景，又能看到那个古堡吉隆堡的景观位。红色的尖顶在绿意盎然的背景中格外抢眼，要不是正坐在石林间，我真要怀疑这里还是不是贵州了。城堡本身是座度假酒店，可付费参观，2个视角选一即可。不过即使身在半山，面对800多平方公里的湖面，也不过只能窥其一角。想一览高峡出平湖的宽广景致，还得继续往上，再开15公里山路，登上万峰中最高的一峰玉皇顶。高处有条崖边步道，足以把群峰踩在脚下。这里所有的平地都集中在那个万峰林景区里面了，而过了这片山峰到后山，都是这些小小的坝子，小小的一块一块的田。就在这个那么高的山顶上，还种了好多玉米。说实话，万峰湖太曲折了，即使在山巅俯瞰，湖景依然有限。好在山顶的风很凉快，地势够高，观日出看云海都很合适。如果不想给景区交这个10块钱，或者不求走完全程的话，直接导航旭峰客栈，走到半山腰也有一条小路可以连上这个玉皇顶的观景步道。早知道我们也走这个捷径，可以省50。网红咖啡厅就在隔壁，视角不如步道开阔，具体位置关系如图，大家按需选择。随后下山觅食的途中，意外找到了另一个景区。
我们就歪打误撞进了这个东风林的景观餐厅。哦，还可以哦。吃完饭之后，沿着餐厅后面这个小路上来，还有一个东风林的观景台。10分钟左右便能轻松登顶，关键是吃饭免门票，感觉像白捡的。观景台不算高，但足以平视一众山峰，包场的感觉相当好。虽然没有刚才在玉皇顶高，但这边更能感受到它的波浪一样的风海。这篇也是意外收获，风景还不错。这里不仅是餐厅和观景台，还是布依八音的非遗传承点。感兴趣的话，可以预约一场表演，在老房子里听传统乐器演奏。总结一下，万峰林景区东风林与万峰湖分别望向枫林的不同区域，观景角度各有高低。其中万峰林景区内容最丰富，建议预留1到2天。东风林和万峰湖加起来1天内可以逛完。至于季节，新义的水稻4到5月插秧，8月转黄。我们去年9月11日到的时候已经开始收割了，所以想看完整的图案与稻浪，8月底最保险。想看丰收的过程，就选9月中下旬，缺点是会稍秸秆，有烟尘。水稻季结束，油菜花登场。万峰林是全国油菜花开得最早的区域之一，1月底开始进入盛花期，寒假或春节来避寒赏花也是不错的。最后是美食推荐，新义有许多布依族特色小吃，推荐刷把头、鲜笋烧麦。针锋县的油糯米饭也很绝，小料给的很足，米饭超级香。正餐方面，布依酸汤火锅是我的最爱，番茄发酵的红酸汤加上酸笋，风味十足，涮牛肉特别入味，想起都流口水。爱吃鱼的话，酸汤鱼也别错过。到了万峰林，将军风蛋炒饭可太有名了，大米和玉米面混合蒸制后，现点现炒，锅气十足。在包谷和鸡蛋的加持下，米饭粒粒皆黄，好看是真好看的。整条街全是蛋炒饭，最火的黄秀家还要排队。没想到这才是人最多的地方，可惜没碰上赶集日，在村里只吃到了糯米饭。买糯米饭和玉米粑粑，有点像馒头的口感哦。万峰湖边的咖啡厅都小贵，属于为景色买单。相较之下，东风林餐厅的布依8大碗性价比超高。中间这个豆豉鱼真的太香了，有菜有肉，后面有枫林的风景，在这里看着风景吃饭咯。那么本期新义大攻略就到这里了，最后放上我们的具体行程及住宿。后续有更多云贵川自驾线路、景区攻略与游记，点个关注不迷路。我是叶子，我们下次见啦。